婚后第7年，在第3次收到姜卫情人发来的挑衅照片后，我也在家里藏了个小男孩，是穿越而来的18岁的姜卫。一手机提示音一声接一声的响，不用点开我也知道，全部都是林夏之发来的照片。正在系领带的姜卫，穿着居家服坐在沙发上办公的姜卫，吃东西的姜卫，裸露着后背正在刮胡子的姜卫。如果照片上这个人不是我的合法丈夫的话，我甚至也要感叹一句：多幸福啊！结婚7年，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姜卫的第几个情人了。之前那些，不管姜卫对他们怎么样，至少没有闹到我的面前，我还可以装作不知情。但是林夏之，姜卫好像格外喜欢他，他也格外肆无忌惮。第一次是一段姜卫睡着了的视频，第2次是伴随着浴室哗哗水声的对话录音，第3次是一组生活照以及一张验孕棒2条杠的照片。我盯着手机很久，觉得眼眶有些胀疼。在看什么呀，小财迷？旁边突然凑过来一张年轻帅气的脸，我关上手机，勉强笑笑，没什么。垃圾短信。在第3次收到姜卫情人发来的挑衅照片后，我也在家里藏了小男孩，不是别人，而是穿越而来的18岁的姜卫。我看向那张熟悉的年轻面孔，不过你刚才喊我什么？小财迷啊！18岁的姜卫耸耸肩，我不是一直都这么样叫你吗？我差点忘了，小财迷是从前的姜卫对我的专属称呼，但现在的他已经很久没这样叫过我了。他现在喊我唐晶晶，唐晶晶，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啊？唐晶晶，你拿离婚威胁我呀？我看不赶的那个人是你吧？唐晶晶，你的一切不都是我给你的吗？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唐晶晶，我很忙，今晚不回去，一个纪念日而已，我不是已经让人买了礼物过去？唐晶晶，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。唐晶晶，18岁的姜卫尾音拉得很夸张，我才终于回过神来。你怎么走神了？哦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姜卫拿手指轻轻戳了戳我脸上酒窝的地方，那是他从前很喜欢做的一个动作。我说我的事情不可以让未来的我，也就是33的姜卫知道，不然我就回不去了。我笑笑调侃他，回不去多好，少奋斗10年直接变成霸总，那可不行。姜卫站起来，很严肃地看着我。18岁的我还没跟你表白呢，也没有开始谈恋爱，没有求婚，没有婚礼，没有看见你穿上婚纱，15年爱，我怎么能错过跟你的15年？我看着面前那张年轻到甚至有些稚嫩的脸，觉得有点恍惚。从恋爱到现在，原来已经过去15年了，真的好久啊，久到我已经忘记被姜卫喜欢到底是什么感觉了。晶晶，在没有找到回去的方法之前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反正33岁的我也忙，来这么久了都没见他回过家，算了，不理他。小爷我带你私奔去。我看着面前那张充满笑意的年轻脸庞，18岁的姜卫热烈又张扬，那是他最喜欢我的年纪。我闭上眼，好，那就私奔。我带着小姜卫在 B 市玩了一整天。去逛街，买我喜欢的娃娃和他喜欢的高达；去游乐园，拉着他把过山车坐了整整3遍；去吃昂贵的西餐，心安理得的等着对面的姜卫把牛排一块块切好放在我的面前；去海洋馆，遇见漂亮的水母就拍照片，遇见不漂亮的鱼就扮鬼脸。我们去唱歌喝酒，我拿着那张姜卫给我的很久没用过的卡，因为全场消费由33岁的姜总买单而肆无忌惮。小姜卫，姐姐请你住豪华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好不好？啊！我们小财迷长大之后竟然这么奢侈了。17、18岁的时候，我和姜卫都是穷鬼，我尤其穷。白水泡米饭这种东西，我能连吃1星期。过生日改善伙食，也只买得起甜品店里卖不出去的临期面包。虽然姜卫不像我一样有一个糟糕的家庭，但一个学生能力有限，唯一能帮到我的也只是把生活费省下来给我改善伙食。18岁的姜卫不打游戏，不去网吧，不买新衣服和新鞋，每天下课第一个冲出教室抢食堂免费的汤，头发长了就自己用剪刀剪，不是我吹啊，小爷我顶着这么一张俊脸，就算是地中海也好看。你就不一样了，小财迷，你不能再瘦下去了，得好好吃饭。晶晶，我以后赚好多钱，全都给你。最一上头，面前的面孔和15年前的记忆重叠在一起。我揽着小姜卫的肩膀，揉了揉他那被晚风吹乱了的头发。你自己的钱，你怕什么？听我的，提前15年享受一下纸醉金迷，不然等你到了33岁，你就会有加不完的班，开不完的会，推不开的应酬和酒局，出不完的差。我说着，眼神暗淡下去，声音也越来越小。还有回不去的家。最后一句小姜卫没听见，他一拍大腿，这么惨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小爷我就勉为其难替他享受一下吧。3把小姜卫送到酒店之后，我到家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。平时家里没人，平时保姆阿姨走后都会把灯关好，可今天那栋没有什么人气的房子竟然亮着灯。我推开门，33岁的姜卫正坐在沙发上，满脸阴沉。他的手机上有今天的银行卡支出提醒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回来的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姜卫问。我低头换鞋，出去玩了。姜卫走过来，低头看着我皱了皱眉，还喝酒了。我有点醉，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有点晕乎乎的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姜卫就站在离我1步远的地方，却没有伸手扶我。我一个人撑着墙，缓了半晌脑袋才清醒了一些。喝了，还唱歌了。我掰着手指一件一件地数，还逛街，去游乐园，吃牛排，还去了海洋馆。看见一条特别丑的鱼，我们扮鬼脸就把它吓得游走了。估计他觉得我们更丑吧，哈哈。姜卫脸色有点难看。我从他旁边绕开，往浴室的方向走。对呀，我们。唐晶晶，身后的姜卫语气生冷，我的脚步顿了顿。
又是这样，又是这3个字，又是这种语气，这次又是要说什么让人会在夜里没出息的哭鼻子的话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半晌转过身去，姜卫，我今天很开心，真的，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和我说话？我不想听他用那种冷冰冰的语气喊我的名字，更不想从那张和18岁的姜卫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脸上看到任何嫌弃或者斥责的表情。怎么？姜卫上前一步，花着我的钱出去潇洒，却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一句是吗？我无力和他吵，按了按发疼的太阳穴。姜卫，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以后不花你的钱了。姜卫的嘴张了张，似乎还想再说什么，但我没听，转身快步走进浴室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姜卫走了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收到了林夏之发来的姜卫的照片，还附带了一段文字。阿伟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不知道我把那个好消息告诉他会不会让他开心些。我攥着手机，愣了很久之后回复了一句：特意来给我送他婚内出轨的证据吗？过错方可是分不到很多财产的呀，蠢货！发送拉黑，一气呵成。之后的很多天，姜卫都没有再回来。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成了那个出轨的过错方。姜卫把照片甩在桌子上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照片上是我和小姜卫。小姜卫背对着镜头，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，正低头和我说着话。另一张照片很模糊，是我们2个在吃东西。唐晶晶，解释一下吧。解释什么呢？说我遇到了18岁的你，说我想像从前的你对我那样，把最好的都给你。说我在想尽办法让小姜卫回到自己的时空去，说我在自欺欺人的妄想从他的身上再短暂的感受一下被爱，说我不想让小姜卫知道关于我们的事情，我怕他会对我们的未来失望，甚至恐惧，我怕他在18岁的时候会不敢好好的去喜欢一个人。姜卫，良久之后，我开口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把之前林夏之发给我的所有照片、视频、录音、文字都摆在姜卫面前。姜卫的神色变了变。姜卫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孩子，既然已经这样，那我们便好聚好散，让彼此都体面些。除了这个房子，其他的财产我就不要了。我说过，你不喜欢我花你的钱，那我以后就不花了。这么多年一直依赖着你活着，确实也挺没意思的。我环视了一下这个不算华丽的房子，这是当初姜卫刚工作不久贷款买下的，说好要给你一个家的，怎么样？你男朋友不仅说话算话，还效率极高。后来他不缺钱了，提出过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，我却舍不得搬走。我总觉得这里和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。姜卫很厉害，也很拼，毕业没多久就靠自己在 B 市闯出了一番天地，大家都说他是拼命13郎，要钱不要命。他病倒了，躺在病床上，脸色煞白，却还是笑嘻嘻地跟我说：晶晶，我之前说过会赚很多很多的钱，全都给你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算数。你别哭啊，我会让你过上很好很好的生活，以前的那些苦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吃一遍。不要怕呀，前面等着我们的都会是好日子。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。他越来越忙，很少回家，他会忘记我们的纪念日，忘记我的生日。他很不耐烦地对我喊：唐晶晶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啊？他说：唐晶晶，你的一切不都是我给你的吗？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回忆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，我觉得心口刺痛，深吸了一口气后才继续说：姜卫，离婚协议你找律师起草吧，我随时都能签，也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。姜卫猛然站起身，脸色铁青地看着我：唐晶晶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？为了他跟我离婚？他看起来比你小那么多，你以为你没有了钱之后他还会看得上你？我抬头看着他，姜卫，我在吃林清面包的时候，他也是爱我的，那是他最爱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出轨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。和姜卫结婚以后，他的事业一点点顺利起来，生活越来越好。在我们再也不用为钱担忧的时候，姜卫说让我辞掉那份辛苦的工作，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说赚钱养家是你老公我的责任，我们晶晶就负责好好爱自己就好了。于是我辞掉了那份高薪但辛苦的工作，做了一名漫画博主。我喜欢画画，从小就喜欢，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天赋，但从小到大的家庭状况并不允许我去接触那样烧钱的兴趣爱好。在我放弃画画很久之后，姜卫站在我的身后，用他的力量帮我再次将那份遥不可及的梦想拾了起来。我做了漫画博主，在网络平台连载我的故事，佛系更新，不收费用也不接广告。这么多年虽然没赚什么钱，但积累了不少人气。出轨的事情被曝光后，漫画评论区骂声一片，原本商定好的出版事宜也因为这件事情被搁置了。她老公不是某某集团的总裁吗？年轻有为，长得还帅，她怎么敢的？听说那出轨对象还挺年轻的，不会还是个学生吧？老牛吃嫩草啊！贵圈真乱，花招人家的钱在外面养弟弟，这买卖够划算的了。人果然贪心不足，什么都想要，只会害了你。我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酵得那么快，甚至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。我的手机号码被挖了出来，那些义愤填膺的热心网友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过来问候，我疲于应对，把手机关机了。唐晶晶，出了这种事，怎么不见得男孩出来维护你，哪怕只是帮你解释澄清一下？姜卫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神情中竟有些说不清的得意。你不是说他喜欢你，就是这么喜欢的。出了事只知道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，我没说话，他不知道，其实小姜卫就在他左手边不远处的客房内，一门之隔。
小姜卫是想要出面澄清，可被我拦下了。我怕他的身份没办法解释，我怕被这个时空的姜卫会发现什么端倪，我怕他回不去。可是18岁的姜卫，他不能也不该留在这儿。沙发上的姜卫继续说：“唐晶晶和他断绝联系，我会帮你出面澄清，告诉所有人我们夫妻关系很好，不需要别人恶意揣测什么。那天离婚的事，我就当没听到过。”姜卫说的云淡风轻，好像他就多么干净，多么宽容大度一样。我心里一阵恶寒。姜卫，我开口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给你的孩子当后妈？姜卫波澜不惊的神色终于变了变。那是假的，她根本没有怀孕。那些关于你的照片也是假的吗？视频、音频也全部是假的吗？姜卫，你敢说林夏之和你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关系吗？唐晶晶，姜卫猛地站起来，茶几上的杯子被碰掉了，摔在地上，发出很清脆的一声响。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的离开我，然后去找那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小男孩？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姜卫吼得我耳膜发痛。良久之后，他的又轻声开口：“我不会再和他联系了，你也不许再和那个男孩联系，我们不离婚。”唐晶晶，他抬眼看向我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闹了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我甚至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小姜卫的拳头就已经砸到了姜卫的脸上。姜卫，你他妈的，出轨的那个人原来是你对吗？小姜卫揪着他的领子，满脸怒气。33岁的姜卫垂眼看了看他，又把目光移到我的身上，勾着唇角微微上扬了一下弧度。唐晶晶，原来是找了个我的替身啊！替你妈！小姜卫一拳又挥了上去，两个人厮打在了一起。18岁的姜卫血气方刚，33岁的姜卫也身强体壮，两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。够了，姜卫，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在叫谁了，但他俩都不约而同的愣了愣。我趁此机会抓起小姜卫的胳膊就往外走。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身后33岁的姜卫怔愣了片刻后，很阴沉的开口：“唐晶晶，你还是选他是吗？”我没有理会，也没有回头，拉着小姜卫夺门而出。我去诊所买了些药，坐在公园长椅上给小姜卫处理伤口。小姜卫的嘴角一片青紫，他们两个人手上都没有留一地，估计那个也伤得不轻。我叹了口气，干嘛那么冲动？姜卫正在涂药的嘴角抽了抽，很夸张地咧着嘴。谁都不能欺负你，就算是另一个时空的我自己也不行。真是的，我应该再多揍他几拳的。我看着他，勉强笑笑。你想过没有，万一事情闹大，他知道你的身份怎么办？你回不去的话怎么办？小姜卫咬牙切齿，那就不回去了。反正他不能欺负你，更不能辜负你。我那么努力的想要把你捧起来，他怎么敢的？怎么敢再把你摔下去？姜卫的眼神暗淡下去，一段长久的沉默后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带着些许哽咽：“晶晶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答应过你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可我却没做到，还辜负了你。”姜卫，我很轻地附上他的手，这个时空的事情，不管再怎么糟糕，也不该你来承担。你很好，至少我面前的这个你是很好的。我坐正身子，和他并肩倚靠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抬起头便能看见16楼的窗户上，一个容貌与身旁之人并无太大差异的男人正站在窗前。姜卫，我开口，不要再冲动做傻事了，你得回去啊。18岁的我是真的很需要你，没有你的话，他可能都没有勇气活到现在的。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家庭，小时候爸妈闹离婚，谁都不肯要我，无奈之下只能生活在爷爷奶奶家。他们不喜欢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女孩，早晚要嫁人，说白了就是个外星人，花在我身上的每一分钱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的。所以他们就不许我上学，觉得没必要供一个会嫁人的女娃读书。但因为是义务教育阶段，我成绩又好，村里的干部和学校老师来干涉过几次，他们没办法，只能让我继续读。之后读了高中，我承诺绝不再花他们的钱之后，才勉强被允许去学校。因为我情况特殊，又有国家政策，就申请了学费补助。这虽然让我的生活轻松了些，可是生活费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一日3餐只有白水泡米饭。那时候姜卫是我的同桌，一开始是面包牛奶和一些可以果腹的小零食，再后来他找借口和我结伴去食堂，每次都说自己饭打多了吃不下，叫我帮忙不要浪费。再后来他就直接打2份饭了。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思，姜卫对我的好从不遮掩，更是毫无保留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着，被小心翼翼捧起来的感觉。等考上大学，再慢慢把这些好还给他吧，再把姜卫的高考志愿一字不差的抄了一遍的时候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刚好是我18岁的生日，爷爷奶奶破天荒的给我煮了长寿面，里面竟然还窝了一个荷包蛋。我以为是因为我考上了很好的大学，他们觉得骄傲，终于对我有所改观。我开心极了，开心到完全放下了警惕，没有对那碗长寿面起任何疑心，全部都吃到了肚子里，连汤都没有剩。真好吃啊！原来家里的面是这个味道。之后的记忆全部都停留在那碗唇齿留香的面上。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被五花大绑架到了一个中年屠户家里。我才知道，为了那2万块钱的彩礼，在我18岁生日还没来得及结束的那天，爷爷奶奶便迫不及待把我嫁了出去。原来他们并不在意什么高考、什么名校、什么前程，他们只是在等我满18岁的那天。后来是姜卫救了我，他偷偷翻墙进来，趁着人不注意把我带了出去。
我的包括录取通知书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扔掉了，是姜卫忍着垃圾堆的腥臭和肮脏，一点点地帮我找到了那个能改变命运的红色封皮邮件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满身腥臭，瘫坐在垃圾场，我哭了很久，他就在旁边一直守着我。他说：“没事的，唐晶晶，我带你离开，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怕呀，我就在你身边。”18岁的姜卫有在很努力地拯救着唐晶晶，想要把她拉到身边来。而33岁姜卫，他的身边太过拥挤，他不需要有唐晶晶了。把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但姜卫却还没有离开。屋里没开灯，透过窗户外面的光，能看到姜卫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唐晶晶见我回来，他率先开口：“我也受伤了。”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这个，愣了愣。姜卫站起身走到我身边，伸手把灯打开，明亮的灯光映衬下，我才看到他伤的一点都不比小姜卫轻，甚至是更重。我垂下眼，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晶晶，姜卫的语气中透露着一丝失落。他问：“你不管我了吗？”姜卫在生意场上个人能力很强，但生活能力却很差，很不懂怎么照顾自己。刚工作的时候，他去跑施工现场，忙得昏头转向，胳膊被划伤了。回到家，血浸透了衬衫袖子，才想起来要处理一下。我帮他给伤口消毒，他很夸张的龇牙咧嘴着喊疼。我嗔怪他划伤了也不知道赶紧处理一下，现在知道疼了，他拉着我的胳膊撒娇：“我是七宝男啊，没有你我不行的。晶晶，反正你肯定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”我那时候说什么？我很坚定地告诉他：“姜卫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”可现在他像从前一样满脸是伤地问我：“晶晶，你不管我了吗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相识18年，相恋15年，结婚7年，这中间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足以消耗我们。白头偕老太难了，只喜欢一个人太难了，一直持有信任和爱太难了，一起走下去太难了。窗外闪烁的霓虹灯让这座城市灯火通明。我想，即便小时候的星空曾是我无数次向上仰望的救赎，可繁华的地方是很难看见星星的，因为它们的光太微弱了。我轻叹了口气：“是姜卫，我不管你了。”结果没想到林夏之会来找我。她看上去年纪很小，可能刚刚大学毕业也不一定，是一个长相很干净的女孩，一双眼睛没有任何迈入社会的浑浊，像是掺了水，随时都能掉下几滴眼泪来。我向你道歉，林夏之说。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。我皱眉握了握手里的杯子，并没有说话。可是晶晶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她。我不知道你和姜卫哥说了什么，让他想要和我彻底断绝来往。我联系不到他。晶晶姐，林夏之突然探过身来，你帮帮我吧，让我再见他一面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我不是一个会死缠烂打的人，如果这一面之后他还是不愿意见我，我不会再纠缠的。我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小姑娘，她确实长了一张惹人怜惜的脸，可我内心却没有任何波澜。你喜欢她？我问。林夏之很重地点了点头。当然，我向上微微勾了勾嘴角。不，你只是没见过而已。以你现在的年纪，你的社交圈子里很少会出现像姜卫这样的人，情绪稳定，事业有成，在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，还能满足你物质上的需求。所以你觉得他好，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，觉得他能让你在朋友面前有面子，觉得这样一个人，穷其一生都可遇而不可求。所以你舍不得。我抬眼平静地看着他，语速轻缓：林夏之，这不叫喜欢，这只是不舍，或者是说贪心。你胡说！我继续道：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他，那么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婚，谁提出离婚，你都可以达到你的目的。但你没有就此满足，你选择了来挑衅我，惹怒我，想让我成为撕破脸的那个。我轻靠在椅背上。后来你还是不知足，因为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不占优势，而你想要的不只是姜卫这个人而已，还有他的钱、他的财产、他的社会地位，他看似无懈可击的良好人设。你什么都想要，所以你选择把脏水泼向我。林夏之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。我顿了顿，那些照片是你发上去的吧？引导评论的水军也是你找来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前面的路全部都铺平了？可是啊，林夏之，你实在是高估了姜卫对你的感情。你只是他的情人而已，和他随手扔掉的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。林夏之恼羞成怒地站起身：你在骄傲什么，唐晶晶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不是要离婚了吗？你不也一样的被他随手扔掉吗？我面色平静：这次是我不要他了，使我不要姜卫了。我说到做到。离婚的事被我提上日程，我找来律师草拟了离婚协议，可姜卫却一直拖延着，他不肯签。小姜卫告诉我，他要走了，完成任务后就要回到自己的时空去了。我不知道他那个任务是什么，只是心里五味杂陈。怎么会舍得呢？我那样喜欢着的小小少年，他要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唐晶晶，最后送你的礼物已经在路上了，以后我不在，你可要好好的。少年有点哽咽。晶晶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变成这样。你说，如果我没有喜欢你，没有跟你在一起，没有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事情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我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？小小的姜卫垂着头，怎么办啊，唐晶晶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伸出手，把他的头发揉得有些炸毛。姜卫，去好好的喜欢一个人吧，不要怕，相信我。18岁的唐晶晶真的很需要你，毕竟你是他那个年纪里唯一的艺术光亮。遗憾在所难免，可不管花期是短是长，我们的花总要灿灿烂烂的开上一场的。
在18岁的姜卫回去的那天，33岁的姜卫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而小姜卫的礼物也在那天傍晚如期到来，是被曝光的姜卫出轨、林夏芝3当3散播流言的全部证据。网上的舆论迅速调转枪口，关于我的负面评论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，我和姜卫领了离婚证。从民政局出来那天，阳光很好，我抬起手遮住眼睛，竟然觉得有些轻松。我和姜卫的花在灿灿烂烂开过一场一场之后，终于在我们的33岁迎来了他盛大的凋零。但是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今天阳光很好。那些负面舆论没有之后，我的事业开始慢慢步入正轨。虽然人气依旧是不紧不慢地积累着，但我并不着急，只是将原来的佛系更新换成了如今的每周按时更新。漫画有了很多读者，之前被搁置的出版事宜也顺利地进行着。我拿到了一笔还算丰厚的稿费，足够我慢慢地生活一段时间。我的漫画按时连载着，足够我慢慢变好。我在这时候才恍惚明白过来，原来如此，原来18岁的姜卫，他的到来是为了再拯救我一次。我轻声笑了，笑出了眼泪。姜卫，谢谢你，再见。正文完，33岁的姜卫番外，我和晶晶早已过了相识相恋的7年之痒，我以为以后会慢慢好起来，可没想到婚姻也有7年之痒，而今年恰好是我们结婚的第7年。我认识了一个很像她的女孩，她的眼睛像水一样，一眨一眨地看着我，湿漉漉的。我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的晶晶，她也是这样看着我，不同的是，那个时候晶晶的眼睛里是切切实实的悲伤。我那时候想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她，谁都不可以欺负她。可后来，那双熟悉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近乎依赖的渴求了，她像看平常人一样看我，然后微微笑着，隐匿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里。我很少回家了，我没有讨厌她，只是莫名其妙的会把所有不好的情绪都带给她，好像确定了她不会走一样，好像确定了她永远不会不管我一样，好像确定了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会一直爱我一样。于是我开始有些肆无忌惮，我很少在意她的感受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她认识了一个男孩，唐晶晶和那个男孩在一起，她说她很开心，她说她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我突然就有些害怕，可害怕之余，更多的却是气愤，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正在被人争抢着离开我的身体。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会提出离婚，为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孩子。我开始慌了，我才想起来是该挽留他的，可唐晶晶不愿意了。那个男孩子长得和我很像，起初我还有一些得意，我想他是在乎我的，不然怎么会愿意找一个和我有8分相似的替身呢？可是当我在窗边看着他很小心地给那个男孩擦拭伤口的时候，我才猛然发觉，我似乎是想错了。唐晶晶，你管我了吗？是，姜卫，我不管你了。唐晶晶她不管我了。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怎么就会变成这样，明明那么多黑暗的日子我们都一起熬过来了。我分明是不相信的，不相信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以后真的就不能再同行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再一次遇见那个男孩，他主动过来找我，手里用塑料袋拎着几罐啤酒。他伸直胳膊，喝点吗？工作之后各种酒局和应酬，昂贵的酒水不要钱似的往胃里灌，倒是这种便宜的啤酒却是很久没喝过了。我们席地坐在路边，天已经暗了下去，公园里的甬路上没什么人，只偶尔路过几个遛狗的铲屎官。他给我讲了他有一个很喜欢的人，讲了他们2个的故事，都是些稀松平常的琐事，可他说的时候脸上却带着藏不住的笑容。可是他过得不好，那个男孩说，你知道吗，姜卫，得知他过得不好，我心脏那里就好像空出来了一块，怎么填都填不满了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姜卫，我很努力了，可来到这儿我才发现世事难料且无常，我无力改变什么。我想你也一样，未来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，如今的你已经陪不了他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在离婚协议上写下了自己名字。18岁那年，有一首诗我总是背不过，也不算长，但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忘记下一句。为了帮我记住，唐晶晶每天都在我的耳朵边重复：杨子江头杨柳春，杨花愁杀渡江人。蜀声风笛离亭晚，君向潇湘我向秦。18岁的一首诗，在我33岁的时候，化成姜卫2个字，印在了那份离婚协议上。